在停车场第一次见面，夏冰清就上了沈小云的车。为什么沈小云对夏冰清不设防？说明沈小云认识夏冰清。可我们询问他的时候，他却说不认识，连知道都不知道。看来我们都低估他了。我们要不要对沈小云再进行一次询问？仅凭目前掌握的材料，我们没有把握从沈小云嘴里掏到更多的信息。但我非常想见他，我对他的爱情观充满好奇，虽然我并不认同。您的护理结束。你好，你好，警察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需要看一下你们1月20号和2月20号的排班记录。门怎么了？出轨了。怎么抽着烟了？我今天下班后去莲湖按摩了。你那2次开房根本没有叫人来按摩。这是1月份和2月份的服务记录。这里为什么是空白的？啊，没有服务就没有记录了。也就是说，1月20号、2月20号都没有及时去客房服务过。没有，空白就是没有。你开房干什么了？按摩。我连罪犯都不愿意冤枉，更何况我自己的丈夫。谢谢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你开房到底干什么？不是我干了什么，而是你认为我干了什么。从逻辑上讲，肯定比按摩后加项目严重，否则你不会背这个锅。你认为我干了什么，我就承认干了什么，行吗？约会？对。跟谁呢？你说谁就谁吧。我带来的高山红茶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挺香的。谢谢。我读过你的小说。是吗？那我可太荣幸了。你读的是哪一本啊？就是你们一群作家去海边采风，景色很美，人很陌生。在你们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尴尬之后，你们就开始说段子了。你说请大家晚上留门，你会一一去推。别人留没留不知道，反正你留了。你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想测试一下人群中有谁逆向思维。凌晨，你的门被推开了，闯入者说不许开灯，你本来也没想开灯。2个人缠绕摩擦，过了1个多小时没有语言的生活。第2天继续采风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觉得既像甲也像乙。他唯一留下的证据就是最后的时候叫了一声美。一页，你读的一页。我写的时候是用我来描述的，但是你说的时候却改成了你。既然是你写的，那个我难道不就是你吗？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。我又没问你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就像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甚至不确定我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过。
是不是贝珍？不是。在你的评论里，贝珍的文字诗意、灵性、妩媚，实事求是。贝珍的眉宇间确实有一股灵性，举手投足也算得上妩媚。至于诗意嘛，外行觉得缥缈，你们专家说有就有了。你这哪里是在评价小说，分明是赤裸裸的夸人。你过度阐释了。我这是还原型阐释，除了追寻文本原意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回避了阐释的主观性跟相对性。你为了调查我，都开始学习哲学了。你认为贝珍的叙述缠绕，就像迷宫中探路，现实跟非现实纠缠，故事在螺旋上升中达到了缠绕的高潮。莫大夫，你这难道不是在描写贝珍那双白皙修长的手臂像枝杈一样越伸越长，最后缠绕到了你的身上？哎呀，照你这么解读的话，世界上很多作品都可以理解为黄色的。据我统计啊，你给他的评论里，平均每篇都会使用缠绕、饱满、妩媚、亢奋、勾引和高潮，还有一次用了湿润跟挺拔。按理说，就你这想象力，大坑案不应该没破呀。你才是我最大的坑。我现在是你老婆，不是警察。到外公外婆家别总看电视啊！哎呀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桌子来，横在这儿，把他那椅子给我放那儿，警服换上。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，夏冰清曾经找过你。可你上次却说你不认识他。你很漂亮。为什么答非所问？你觉得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假话，因为我没你讲的那么漂亮。如果这是一句假话，你觉得它有害吗？就像医生跟重症患者说还有希望是一样的。我承认。我是在回避这件事情。我说我不认识夏冰清，是因为我不想谈论这个人，我也不想趟他们的浑水。可是你误导了我们。配合警察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不用上纲上线，我配合就是了。不要隐瞒。好。我可以喝点水吗？他说他上了沈小云的车，沈小云就说他不是第一个来找他的。夏冰清就问，那他是第几个？其他人都是些什么人？沈小云说，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要管。看看你，不像你这个岁数的人了。当初你要是这样，我老公肯定看不上你。谢谢。夏冰清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一摔门就走了。这个傻丫头，竟然还录音，还放给别人听。她得多信任这个人啊！你觉得这位证人的讲述准确吗？漏了关键内容。
夏冰清威胁我，他说如果得不到婚姻，他就去告许山川，告不倒，他就做掉他。我说你们隔三差五就滚床单，难道还没把怨恨滚掉吗？他说睡多少那只是个量，他要的是质变，也就是名分，哪怕结了婚马上离，也是对他的一种尊重。他的威胁你告诉许山川了吗？没说，我始终坚持不过问他的私生活，这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。你不怕许山川有危险啊？他要是有做掉许山川的狠心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显然他在撒谎，这么严重的威胁，他一定会告诉许山川，至少会提醒他注意防范，更何况还可以达到挑拨离间的效果。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一次性讲完，以免翻包闭嘴，知道吗？我只回答你们提的问题，其他的我没有义务向你们倾诉，对吗？你跟夏冰清说，她不是来找你的第一个女人，那其他的还有谁啊？我都是瞎编的。我故意说许山川在外面有许多情人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夏冰清抱有幻想。夏冰清跟你说，他有许山川强奸她的证据，他告诉你是什么了吗？他没具体说，我也没问。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证据。你跟夏冰清说，许山川对他实施强奸的时候，他或许可以逃脱，又或者是他自己送上门的。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虽然没有学过刑侦，但我也知道，非陌生人强奸哪是那么容易界定的。难道不是许川川告诉你的？别说他强奸别人了，他在外面跟任何异性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告诉我的。我不问，这个家就是太平的。我要是去深入的了解他的私生活，就等于拿自己的头去撞马蜂窝。结婚之前你知道许山川有这个爱好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？没看出来？结婚之前他对我是很专一的。从他对我的态度推测，他有出轨行为，应该是我在怀我们家老大的时候。贪财好色是他的本性，除非我执意要跟他离婚，否则我是不会去挑战的。你说贪财好色是许山川的本性，这4个字说起来不好听，但细想一下，绝对不是脏话。在不犯法的前提下，贪财说明他有事业心，好色说明他审美正常。如果一个男人视金钱如粪土，见色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他就不属于这个尘世了，早就成仙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样啊？至少我认为。咱们是不是跑题了？坐我车吧，我送你。谢谢。你丈夫是不是出轨了？你被审出神经病了吧？我从你问我的问题里发现你丈夫出轨了。真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的是你。你不信任别人，敏感多疑，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，具有将周围和外界事物解释为阴谋等非现实性观念，因此你过分警惕和抱有敌意。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怀疑你患上了偏执型人格障碍。
你今天的表现证实了我的判断。做女人别那么拼，再拼心里就要出问题了。你真的对徐山川的花心不计较？我早就云淡风轻了。哼哼，就像做跷跷板，你不可能任由它把你翘到天上去。你能把你这头压下来，保持跷跷板的平衡，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，只是我暂时还没发觉。那你就去发掘吧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啊？不太明白。为什么贝珍的目光总是盯着你？如果找不到共同话题，我们可以选择沉默。但你干这么无聊的事，只会让这个家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。你觉得无聊吗？非常无聊，非常无聊。你现在所有的反应都是在防御，说明你心里有鬼。我有什么防御的？我有什么鬼？你和贝珍，贝珍，你有神经病！你贝什么真的贝珍？你越生气越证明我是猜中了。什么逻辑？你在逃避。我有什么逃避的？我为什么要逃避？我不想吵架。我也不想吵架。你开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不说真话就终止不了矛盾。我承认暗默之后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完全是为了迁就你。我以为把自己说的坏一点就顺了你的意，但我没想到你没完没了，你真的能把人折磨疯了，敢不懂？你开房那天，魏征正好在本市，怎么那么巧？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主办方安排他住在济源宾馆，你还怎么了？安排可以不住啊，或者说安排好的房子。好的。哎，你这样是默认了。我默认了，就是他，我承认了，就是贝珍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们开房干什么？开房能干什么呀？美。我要你说。我不说过了，美啊！你能想到的事我们都干了，满意了。我不要你这种怄气式的招供。我告诉你，莫大佛，你的开房行为已经严重影响我办案，甚至影响我对嫌疑人。怎么能不影响你？我消失行吗？我现在消失。要么说真话，要么你我没关系。你我没关系，我不太懂。你懂，自己好好考虑考虑。
写作业呢。马上开饭啊！焕宇，妈妈有任务要马上出去一下啊！这都做好，吃一口再去。你们先吃吧。那你要注意安全啊！咱俩吃会儿。你好，您是冉东东。啊，久仰久仰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找你呢？因为你刚才看了一眼手表。我叫洪安德，是贝珍的丈夫。我就说看你面熟，我在杂志上看过你的照片。穆达夫说你是通讯方面的专家，因爱文学而娶了一个女作家。就像喜欢喝牛奶就养一头奶牛那么豪横。真犀利。对不起啊，习惯了。你是专门飞过来的？贝珍爱茶如命，我们在家乡茶园镇领的继母。那个茶园在高山上，周边没有工业，周年云雾缭绕，空气质量一流。你能不能别学你夫人缠绕叙事，直奔主题吧？你来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的家庭特别幸福？啊，对的对的。你还想说你跟贝珍很恩爱？对的，对。穆达夫让你来的？没有没有。我看到穆老师给贝珍发的信息，说你怀疑他们，我就赶过来了。你怀疑他们吗？贝珍很爱我，她不可能出轨。你看过他写的小说《一夜》吗？当然看过，那是根据我们的故事写的。你在亲热的时候不喜欢开灯，还喜欢叫美。跟他说过很多次，最好不要写我们的生活细节。可他总是不听，好尴尬啊！他像一个犯错的孩子，仿佛错的不是贝珍用他的生活细节来写作，而是他的生活细节本来就错了。喝茶。对不起啊，我错怪贝珍了，有机会我亲自跟他道歉。没关系的，我和贝珍不会生气的。穆老师是个好人，在学界他很受尊重，没什么绯闻，也没什么业余爱好。女士们都说他油盐不进，他非常爱你。虽然我错怪了贝珍，但不代表穆达夫就没有出轨。但肯定不会是贝珍，因为在推介会那一天，我晚上一直在跟贝珍视频聊天，到凌晨2点钟。2点之后呢？我跟穆达夫谈恋爱的时候，可以整宿不睡觉的聊天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喊美的？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的，一直到现在。穆达夫是从3年前开始喊的，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需要他这么喊？有可能，我也曾怀疑过。虽然这次来是想证明他们是清白的，可我内心很矛盾。我给你带了2斤茶叶，你方便去我房间拿吗？你太客气了。进来吧。你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吗？我们可以吗？请你冷静。你相信他们出轨了吗？相信。你说过爱他一辈子，是他先背叛了诺言。从此以后你能自己骗自己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骗局。你想和他们一样，彼此彼此。你怎么面对孩子？不是他们。幸好你没有解开我所有的扣子，否则我对人性会很失望。我在试你，你没有关灯，但你说你喜欢关灯。你在帮他们背书。对不起。
你去见黄安阁了？是你叫他来的吧？不是，但他刚刚给我发信息了，说你是一位绝对值得尊重和值得用一生去爱的人，要我好好珍惜你。你认同他的观点吗？当然了。黄安阁这么劝你，是怕你去招惹他老婆吧？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过分了吗？如果不是你过分，我今晚怎么会被别人拥抱，被别人摔倒在床上，还差一点让他得逞？来，你吃了？压力太大，偶尔吃几粒缓解焦虑。药不能乱吃，你应该去医院。不至于。按到这节骨眼上，我要是住院，搞不好嫌疑人就逃脱了。办案重要，身体重要。我吃这个药只是预防，心理安慰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。如果你不去看病，我就把你吃药这事儿跟你的领导说。你要是干扰我破案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看看你自己的心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了，就是拿自己的婚姻和你办案捆绑啊！你要是保守这个秘密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可以什么？原谅我不需要。原谅你出轨。需要。我只要你身体健康，因为只有你健康了，我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出轨。我自己清楚我自己的身体。你说了不算，医生说了算。不可能，你又骗我！骗你孙子！冉家这么早啊？我又听了一遍温超的录音，有点不大对劲。哪儿不对劲啊？你记不记得温超的讲述中，夏冰清说，那个人在那天放着某首歌的时候把他强奸了？温超当时问了几个问题。哪天啊？谁把你怎么了？哪天？谁把你怎么了？3个。夏冰清回答了几个。面试那天把他给强奸了2个。还有一个问题是夏冰清没回答，还是温超故意不提？传唤温超。得嘞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不知道啊。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可你骗了我们。没有啊。我们去你那儿找你，和把你叫到这儿来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知道你坐在这儿撒谎的后果吗？我没撒谎啊。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想清楚再回答我。许山川到底有没有找过你啊？想清楚回答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事儿真的没有。哼哼。你是不是应该先问许山川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跟夏冰清在一块儿的人是谁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撒谎？害怕，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你怕徐山川知道他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很危险啊？
夏冰清吗？我没这么觉得，我是真不知道啊。我呢，只是知道这个徐山川这个名字，我跟他就到现在为止，就是只见过一次。我发誓。好，我选择再相信你一次，你别让我失望。夏冰清的录音里，你听到了夏冰清对沈小莹的威胁吗？我听到了。夏冰清说，如果告不到徐山川，就除掉徐山川。之前为什么隐瞒这句啊？害怕牵连吧。另外就是我确实接了他这个项目。上次不是说没接吗？他说，要么我策划一个让他跟徐山川结婚的方案，要么策划一个除掉徐山川的方案。丁正浩当时差点就吓尿了，他还在那儿悠哉地喝着咖啡，就好像是叫我去削一个苹果那么淡定。这样的项目你也敢接呀？我不敢接，我也不想接，但我内心就有点想接这个项目，是因为我公司的效益不好，太缺钱了。你收了夏冰清多少钱啊？他那个银行卡我是实在我是退不掉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说那我不要卡，我要现金。我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给双方都留点思考的余地。公司只能做好事，不能做坏事。那就做件好事，让他娶我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那要看你的本事了。说实话，在我看来，让他娶你比除掉他更困难。那就除掉他。非得走这一步吗？为民除害也算做好事儿。那天在车里，沈小莹跟我说我不是徐山川的唯一，当时我不信，我觉得他是在故意灌水，挑拨我跟徐山川的感情。事后我调查，徐山川不仅跟小刘和小颖约会，还会约别的女孩。有的时候小刘和小颖刚走，别的女孩就来了。这是种病吧，叫性瘾症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徐山川那儿离开之后，他也一定交过别的女孩。约女孩就像点菜一样，想来一道来一道，都不知道哪一道才是他的正餐。他跟他们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动作，送同样的礼物，就像一个批发商一样。既然他那么渣，放弃算了。他把我毁了，我也得毁了他。只有这样，我才相信这世上还有天理。这创意不行，想象力不够，视觉冲击力也不够，然后记忆点也不够，拿回去重做。啊哈，那行吧，那我们重新再做个方案。行，我这边先走了。好，那不错了，好，再见。哎。我的那个创意呢？你准备什么时候下手啊？他过生日那天行吗？7月20号。啊。按常理的话，他应该跟家人先有一个派对。那你就让他先应付家人，然后再把他约出来，啊，晚上10点整，莲湖大酒店3楼朝北的房间。为什么非得是朝北的房间啊？朝南对着酒店大门啊。
那人多容易发现啊。朝北下面是一个封闭的草坪，我觉得比较隐蔽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首先，酒店得先订一房，一旦他来了，你就设法把他引到阳台，然后吻他，然后顺势3楼可摔不死他，就是不想让他死。你得让他后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，这是报复的最高境界。你看，咔嚓，他一下就死了，他就无法体会到你对他的报复，他也无法体会到这些年他给你带来的伤害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每一天都躺在床上，每一天都在恨你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！只要他恨你，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毒素，伤害他自己。他要减轻这种痛苦，只有忏悔。有忏悔，有内疚，就有机会让他主动地向你提出结婚。看新娘，肤白貌美，纯洁善良。看新郎，坐着轮椅，喜气洋洋。你坐轮椅了，谁还等他结婚？哎，可婚姻不就是无论对方富贵与贫穷，无论对方疾病和健康，都永远和他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我说过这话？婚礼上不都这么说？我出钱找你办事儿，你让我自己动手是吗？你要是害怕了，哎，你就放弃。你放弃，我就把策划款全退给你。我不要他坐轮椅，也不要什么最高境界，我就要我们俩一块摔下去。你最好做的像个意外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其实无论是你要除掉他，还是你俩要同归于尽，都不需要找我做策划。不一样，我太孤单了，我得找一个人推我一把才行，不然我可能到一半我就泄气了。原来你是想找我做监督。你要是像我一样倒霉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重要。阳台有栏杆啊，那怎么摔下去啊？你得提前对栏杆做手脚才行。得让我摔得利落一点，找一个高一点的房间。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他是把对沈小莹的气转换成了对徐山川的恨。距离7月20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夏明清竟然不喝酒了。每次他从外面办事儿，或者是应酬回来拐到公司，再也不提徐山川，话也变得少了，好像是人要死了，胸怀突然变得宽广起来，又或者是终于明白了，在生命面前他之前计较的那些事儿只不过是鸡毛蒜皮。他每回来我这儿，我都问他，我们把合同作废吧，解约吧，他坚决说不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接了砂糖局的广告策划，我的账户上没那么惨了，我是真心希望他解约的。你说的毁约，只是口头上说的，还是把现金退给他了？口头上，但只要他同意，我立马把钱给他。但是他不想解约的态度非常坚硬，他话越来越少了，从话痨变成了寡言，
好像每天在思索着什么。那你是怎么完成夏冰清交给你的策划的？我想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到了一个靠谱的方案。为什么不是莲湖？5星级大酒店过生日才显得更有仪式感。房间开了吗？你不需要房间。你是想告诉我你不干了是吗？10万块钱杀2个人，你这事我干不了。那多少钱你肯干？多少钱我也干不了啊！你给我10个亿，我也没命花呀。这辈子我跟你说过的话比跟我父母说的都多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一直在骗我，你就跟我订个晚餐，就赚我10万块钱策划费是吗？我不是骗你，我给你想了一个 B 方案。我不想听。那这样，你当我违约，我把钱退你。我真是交友不慎。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呀？我认真的想了一个2全其美的方案，既能保得住2条人命，又能让你达成目的。我把这个方案的名字定为“杀人诛心”。找什么呢？怕碰到熟人啊？你怎么没去莲湖啊？你不觉得这里更有仪式感吗？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去开个房间，咱把菜啊、酒啊点到房间喝。这2年烦透我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呀？那男你认识啊？我放下你了。什么？我说我放下你了。不是，所以你要……对，你想的没错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了，咱俩之间也没有瓜葛了。为什么呀？能给我个理由吗？我一直没认清自己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直到我遇到了他，我才知道我真正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。咱俩之间不是爱情，更像是一种畸形的供需关系，现在慢慢发展成了一种敌对关系。你是在逗我吗？那男的不是在国外蓝马踢球那球星吗？对啊，你也认识他吧？你的意思是他看上你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觉得我不配是吗？啊不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从小就是邻居。他回来探亲，我们就又见到了。感情这种东西嘛，你也知道，就是很微妙，三言两语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他们那个圈子，你熟悉吗？靠谱吗？你别回头再给骗了。
靠不靠谱的先处处看呗，反正他不会在决定娶不娶我之前先考虑离婚的事儿。你看啊，这是你对我的怨念啊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对我的怨念来左右你自己的未来，你清楚这点吗？我想得很清楚。这里面关于你的一切，我全都删了。我说到做到，绝不纠缠。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删了。你不信？我信。我信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问你，你爱我吗？爱过。用词真准确啊，爱过。转瞬即逝吧。我是真的想娶你。哎，你给我一个最后期限，我可以马上跟他分手。你知道沈小莹不跟我离婚，我就没法娶你。照这个样子耗下去，最后只能是耽误你。尽管我爱你，但比起占有你，我更想让你能够幸福，你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谢谢你啊，冰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们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，要不我去房间等你？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这位是徐山川，我前男友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很巧啊，我也叫阿川。冰清跟我提过你，没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过往嘛，我不介意。啊，我看过你踢球。你也喜欢踢球？有机会咱们一起踢啊！来，耶！那你们再聊多一下，我还是在外面等你。我们很快就会见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你们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啊。来吧，给一个告别的拥抱吧。你知道我有多不舍吗？但是，知道你能幸福，我也得学会放手。嗯，我会幸福的。再见了。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对吗？你不怕我反悔吗？好了，赶紧过去吧，别让爱你的人久等。特别黏我，哎呦，一会儿不见就微信轰炸了。生日快乐啊！谢了。下面这首歌是夏小姐啊，为了刚刚被分手的徐先生编的啊，歌词是夏小姐写的，我也是头一次唱啊。也许你伤悲着丧尽天亮，才遇见我还不完的账。你也曾说过让我做你的新娘，可是你又不想和老婆分家当。你不用再撒谎，反正你说了也不认账。我要收拾我的行囊，我要陪他去远方。反正你除了我，还有其他一大帮。我走了，给他们疼。怎么个意思，哥？还能换首歌吗？那你想听啥歌？哎，别急啊，接着唱啊，这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这么的哥，我先把这歌唱完了，唱你爱听的，好吧？对，来。你嘴上在逞强，你心里管不住的浪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来了哥，你就是没有胆量。
事儿谈不上吧。割掉不良资产也算是去了一块心病。行，你给他们几个打电话吧。啊，我安排姑娘，咱好好庆祝庆祝。我连做梦都想跟一刀两断。你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女的敢对我这样，你说我是不是信？今天走到这一步了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来，大家来啊，来一块儿结账了啊！辛苦了啊，谢谢啊！哎呀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！谢谢啊！哎，那徐先生已经打点你了，我就不给你了啊。OK， 唱真好。那收到钱的各位老师就可以收工了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超哥，我演的咋样？好着这哇！哎，怎么你一个西北人，刚刚说了一嘴台湾腔？哎呀，我其实是这个酒店的门口嘛，每天迎来送往的。我说我们西北方言，人家觉得土得很。然后我就说了一口港台腔，他们说我特别像那个球星，对不？我还有英文名呢，我叫飞利浦。那走吧，飞利浦，咱们一块喝酒去。喝酒我就不去了，我明天一早上班。后来你们去了哪儿？后来，夏冰清突然想喝酒了，我说了几个地方，他也不想去，我们就从外面买了些酒和吃的，回我公司喝了。当时他什么状态？喝多了吗？说了什么？他吃的很少，也没怎么说话，偶尔说一两句话，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他一个劲儿的灌自己酒，我拦也拦不住，他一会儿就喝到不省人事了。行啊。怎么睡这儿了？昨天晚上吐了3次，肚子肯定吐空了，趁热吃点早点。来，不吃了，回去洗个澡，换件衣服。拍的好弄一夜又该结束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都等你一晚上了。怎么了？放不下我啊？放得下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俩是不是应该好好道个别啊？真舍不得你。
以后我不在身边，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来个完美的最后一次，我再给你笔分手费。这算什么呀？打发我？这叫缘尽仍留慈悲。这种慈悲还是留到你跟沈小英离婚的时候再用吧。逗你玩呢。逗我玩？什么意思？昨晚上那场戏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至少开心了一宿吧。想让我离开你，别做梦了，咱俩没完。这叫不离不弃。还想要完美的最后一次吗？我说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知道你有多恶劣吗？你这相当于我被释放了，刚走出大门就被你给叫回去，说放错人了。夏冰清有没有跟你提到后来徐山川有没有再找他？没有。后来他来我这儿次数也少了，好像对我产生了警惕。他为什么要警惕你？也许是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也许是徐山川提醒了他。行了，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漏洞没说的？好像没了。文超，你要是真想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，你就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别在这儿跟假搞似的。我懂，真没了。经过这几天对温超的询问，你有什么收获呀？第一，徐山川担心夏冰清留有证据，说明强奸还有可能发生过。第二，沈小英未必像他说的那样，并不和徐山川交流有关夏冰清的信息。人人都在说谎。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谎？你见过一上来就说实话的嫌疑人吗？我要是犯罪嫌疑人，肯定说实话，绝不给警务人员添麻烦。从谎言中找真相，才是咱们存在的价值啊，小哥哥。有哲理。有什么哲理啊？你给我说说，还给我整哲理。姐夫，哎，铁伟，我先出去啊，给他送点饭吃。我吃糖就行了，干嘛送饭啊？送饭只是理由，主要是我担心你身体。我身体好得很，思路清晰，逻辑缜密，精力充沛，活蹦乱跳。这事儿我只相信医生。我现在正是办案的关键时刻，你别给我添乱啊！那要不就像我说的，我找你领导，让他决定好不好？烦死！来吃饭。你下去，我要上班。你要不去看医生的话，我就天天跟着你。要不是焕宇他爸，我就怀疑你是凶手，诚心阻止我办案。你要不是焕宇他妈，我也懒得管你，你还有病没病的。
刚才我给冉东东做了一个心理测试，你猜猜是什么结果？及格线附近，96分。这么健康？在他众多的人格维度测试当中，像偏执型、分裂型、表现型、反社会型、被动攻击型以及抑郁型人格的维度都是中等。也就是说，以上的各项在他的身体里都存在，但是不明显。只有自恋型人格和强迫型人格的维度偏高，说明他有相对明显的自恋型表现和明显的强迫型表现。而边缘型、回避型、信赖型人格的维度都很低。怎么会呢？他经常的焦虑多疑，然后就和我冷战。你要是怀疑我的判断，那我就为你免费做一次心理测试，看看是不是你这儿出了问题。现如今，哪个人不焦虑？谁没有压力？失语、失眠、社交恐惧、认知障碍、莫名亢奋。如果一个人没点问题的话，可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生活在现代或者是后现代社会的人类，对不对？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怎么做到？这么顺利就通过了莫医生的测试？因为不是我有病，是你认为我有病。你不是说你只相信医生的吗？走吧。小邵，我自己进去吧，1对1他能放松点。王志，有录音录像，没事。坐吧。所以你叫我来，不是为了听歌的吧？这歌熟吗？我在卡拉 OK 会经常点。徐婵婵，看你仪表堂堂，穿衣品味也不错，坐拥这么大企业，开口还能唱英文歌，怪不得那么多姑娘都喜欢你。如果你就是愿意聊一些跟案件无关的事情，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。那我们就聊点有关的。夏冰清面试那天和你发生了性关系，事实好像跟你说的不符啊。我不知道你从哪里了解到的情况，但我说的是真的。你说啊，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孩，第一次见面就主动投怀送抱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知道我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发生关系之前，你给过她许诺？算是吧。你这是诱奸行为啊！因为许诺之后发生性关系叫诱奸。那些求婚的还有许诺的呢？那算什么？好，问点别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
你有没有过威胁夏冰清说，如果他再纠缠你，你就杀了他之类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这个意思，他是不是觉得万一他要出了意外，我可以照顾他的父母？你说他为什么写这张纸条啊？是不是什么关于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想过做掉他吗？我为什么要想做掉他呢？因为去年你生日的时候他玩了你。那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呢？生气？我生气啊，但是生完气之后就没事了。他经常跟我耍小贱皮子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有那么包容他吗？据我所知，刘玉萌有一次跟你开玩笑，把你吓了一跳，你把他给骂哭了，2个月没跟他说过话。我说过我喜欢夏冰清。他找过陈小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他们之间说什么了吗？他跟他摊牌嘛，他说他想嫁给我，想让沈小莹跟我离婚。他这么骚扰你的家庭，你不生气吗？不是，这到底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，这可能是你们2口子的杀人动机。你这完全就是无端的揣测嘛。那我不可能杀他了，沈小莹更不可能杀他。为什么沈小莹不会？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，就算他答应跟我离婚，他能分到1半的财产，但是杀人要偿命的，他干嘛那么糊涂？答应离婚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跟他提过离婚吗？我提过1次。因为夏冰清。对。徐山川，你这不是喜欢，你是爱上他了，对吗？因为你爱的人被杀了，你一点儿都不痛心。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，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，是因为目前只有你存在杀人动机。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必须好好配合我，否则有一天你坐到那个凳子上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你真考虑过跟夏冰清结婚吗？跟我走。我跟沈小莹没有婚礼，那是她的意思。但其实我是非常渴望有一场婚礼的，因为我是一个，就是觉得生活需要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人。所以你和夏冰清办了一场假婚礼，倒让你刻骨铭心。对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胜过我爱他。在你眼中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通过你的描述，我觉得他很可爱，直来直去，
很浪漫，还有点天真。他呀，就是，他这个人呢，除了有点任性之外，对我还是很好的。就是我带他去跟我的朋友们聚会啊，或者应酬什么的，他都能做得到有里有面。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多聪明可爱的姑娘！你们在一起的这3年，他跟别人好过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自信的。他很专情，这个也是我想跟他结婚的原因之一。你撒谎。